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，包抄贼船，贼军一路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去，快一边！ 相公，你如何来了？这宫中有何不妥吗？有一桩尴尬事，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，下官却有些犹豫，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。 究竟出了何事？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有2、3个月了。如何不早报与大王？ 秦从都的茬子不识得他，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，只是年纪高大些，下面的人心里嘀咕，却不敢擅作主张。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，发现此事，传了秦从都的人来问，连我都要蒙在鼓里。能确认是他吗？人我并不曾亲见，只是那般的年纪，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。 除了此人之外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。你呀，你误了大事了！要禀报王妃娘子吗？这已不是家事，是国事。不会闹个……慎言！眼下最要紧的，不要再张网养鱼了。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，尽数拿下拷问。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，纵横江湖几10年，真要有什么作为，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。问不出来也要问。第二件事，从秦从都选人。 此即可其封锁咸宁院，无论内侍、小厮还是侍女，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2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，依次拘问。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。王妃那里，我亲自去奏告。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，秦从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。眼下是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不到。此事你不要管了。来人，今日有几份急札，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。诺。相公辛苦，余下的事下官去做。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。正是。
老夫为行营都监，奉前王之命，与元帅合兵江上，共击江宁。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？老夫年迈，平日无所执掌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，在西府荣养而已。环卫官，宗室。老夫钱元林，武肃王第23子，文穆王亲弟，当今前王叔父，吴越国右牵牛卫大将军是也。给老将军看座。诺。本帅南来之前，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。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。元帅大军来得太快，朱令晕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出来请降，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。老夫与朱令晕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，念在救人之谊，才勉为其难。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，取了前王教名，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，取了龙翔军的兵权。朱某既是请降，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，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赴军门，以示归顺之诚。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亦如此，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，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。若无老夫作保，龙翔军10数万将士，恐有长平之忧啊！煌煌王师，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？10年之前，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，也是煌煌王师。周全，老将军也别激动，暂且回偏帐歇息。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哼哼哼哼，哈哈。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，联络不畅。若要合宴，总需月余10日。军令城下，时事等不及了。这文书上的印，确实是真的。虚职环卫官，取了龙翔军。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，总是不自在，左右要把他接了。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，早早处置了，合兵江宁城下，了却了这一桩战事。相公，到底出了何事啊？是啊，我也想问问世子，究竟出了何事？相公说的话，为俊听不明白。那我就说得明白些。这些日子，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？真的做了？只是一份照相文告而已。哦，还有一些除兽札子，没有相公签押，
在国中是不能用的。江右六州，原来相公都知道。还有龙翔军，来，写吧。写什么？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。陈阿佑，诺。是。事情已经出了，做这般可怜样子，给谁看？阿军如今在做什么？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，将世子交回颐和园，由王妃娘子管教。你阿爹与李元清盘桓了半辈子，何尝吃过他半份亏来？偏你这般糊涂，被人算计了还帮人数钱。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，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？儿子也是立功心切，想要为阿爹分忧，为吴越透土。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，那李元清拿去骗你大哥，被阿平一眼识破，却又将计就计，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。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，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？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，做了应天使，随后入相府做大臣，出使京师，随军提调良资转运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阿娘，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，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，让大郎兄正位世子。朝中的事情，我向来不懂，也懒得过问。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，要辞，当面向你阿爹去辞。做下这般蠢事儿，王都是待不下去了。拿上这封书函，军前寻你阿爹去吧。大王，此事是臣的疏忽，上了那老贼的恶当。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。那怨你吗？你自家捅出的篓子，自家去收拾首尾。诺。李元清苦心孤诣，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？此人，孤自幼知其甚深，称他一句国士，亦不为过誉。他不惜忍辱负重，在杭州向阿俊俯首称臣，
所图者，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。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，是占据了宛口和采石矶，在长江上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。还不快去！诺。元帅，龙翔巨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，酒太酸，要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轩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诺。太尉，江面上有东西，这边也有。太尉，猛火有撤，快撤，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起箭！周旋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舰守卫。那前世宗亲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。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进攻！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，包抄贼船，贼军已入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烈士，快一边！
此事总需有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又想让谁给你交代？这上面的印玺，总须做不得假。报！启禀元帅，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。前王的意思是说，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，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。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。既是如此，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，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末的将士英灵。周旋。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？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。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？听沈师傅说过，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容使，兼任6路都转运使，提调诸军粮秣、甲仗、器械工事。我在天沟河，饿不饿？为阿爹不饿。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。是，儿子遵勉。张四使，坐。世子，一会儿要紧一点。弟媳，弟媳，弟媳！你说什么？你从何来？山，好多山，到处都是。弟媳，弟媳！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彬，参见大元帅。参见大元帅。国华将军免礼，诸位将军免礼，请入座。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，大军进退行止，还请大元帅示下。国华将军，天下名将，声威播于四方。若生在300年前，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。孤向来疏于军务，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，已是耗尽心血气力。如今两军既然合兵，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。自今日起，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，全军上下无分南北，
皆遵国华号令。孤只管吃饭睡觉，坐看国华施展手段。大元帅此言，曹兵断不敢当。你当得起？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。若非诸将戮力同心，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，一日再临汴梁，不，食无颜面再朝天子。大元帅言重要。自今日起，军中之事皆付国华，孤不负御闻。请国华正元帅之位。我王一片赤诚，请太尉不必在此。请太尉正元帅之位。请太尉元帅